第251章，纳兰嫣然。眼睛死死地盯着大门处嫣然轻笑的月袍女子，萧炎那被笼罩在阴影之下的脸庞，豁然间便是由微笑变成了阴沉。虽说间隔3年，各自变化颇大，不过他还是能够从女子身上依稀地看出当年那娇贵少女的影子。纳兰嫣然拳头紧紧地握着，指甲扣进掌心之中，传出阵阵的抽痛之感，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月袍女子的一颦一笑。萧炎心中忽然涌出一股难以遏制的愤怒。这3年，他或许在云岚宗过得极为舒畅吧，可自己呢，却是已经无数次在死亡刀口上险险爬过。他或许并不知道，每次苦修间，萧炎那即将到达极限的忍耐力，都是因为他，最后方才能够继续咬着牙，狠狠地熬了过去。身体轻微地颤抖着，半晌后，一股凶悍的气息猛地自萧炎体内暴涨而起。萧炎走在萧炎身后的海波东感受到萧炎那忽然不受控制暴涌而出的气息，不由得一愣，旋即赶忙在其身后低声喝道。海波东那略微噙着许些寒冷斗气的声音传进萧炎耳中，让得他逐渐从那股忽然涌上心头的莫名情绪中回过神来，深吸了一口冰凉的空气，眼眸缓缓闭上，心中低声喃喃道：没想到，的确是没想到，3年之内，面前不远处的那美丽女人几乎是催动着萧炎强忍着孤独进行着苦修的动力，如今忽然遇见，那股情绪让得他几乎有种难以控制的失态冲动。的确是没想到。药老的安抚笑声也是缓缓在萧炎心中响起，一直陪伴着萧炎修炼的他自然是清楚，面前这个女人在萧炎心中占有一块何种深刻的烙印。虽然这块烙印是他用践踏萧炎的尊严而遗留而下的，不过不管如何说，这个女人在萧炎心中的地位恐怕能与他极其在乎的薰儿相比。当然，这是2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与感情。一个女人能够使得一个男人时时刻刻地狠狠记着她，这从某个方面来说，不管女人用意如何，她似乎都是成功了。手掌伸进黑袍中，非常用力地搓动了一下脸庞，直到清秀的脸庞泛起几缕通红后，萧炎这才停止，深呼吸了几次，终于是逐渐将心态调整完毕，目光泛着许些冷意，扫过那纳兰嫣然以及其身旁的那位同样留给萧炎不浅印象的老人，在心中低声问道：老师能查探出现在他的实力吗？闻言，药老沉默了一下，片刻后回道：不行。听得这话，萧炎心头猛地一沉，错愕地在心中失声道：不行？怎么可能？以老师的实力，竟然探不出他的底？难道这3年时间，他竟然飙到斗皇之上了？胡扯什么呢？瞧得萧炎如此失态，药老哭笑不得斥了一声，接着道：并非是因为他的原因而导致探测不出其真实实力，我能感受到，在他的身上笼罩着一层能量膜，就是这层能量膜隔绝了我灵魂力量的探测。以我的经验来看，他应该是佩戴了某种能够隔绝探测的道具，所以你也不用太过担心，等日后与他交手，其真实实力自然是可见分晓。药老安慰道。呼，闻言，萧炎这才松了一口气，缓缓地将心中的那些情绪压下，微偏过头，对着身旁的海波东低声道：没事了。你怎么了？海波东略微有些诧异着盯着身旁那被笼罩在黑袍下的少年，相识这段时间，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萧炎失态到竟然连自身的气息都是把持不住。没什么。含糊地摇了摇头。萧炎略微抬起头，发现大厅内因为自己先前那忽然爆发的气息，导致一道道错愕的目光都是投射了过来。在这些目光中，萧炎清楚地感觉到了一道清冷中略带诧异的视线，微微抬头，目光透过垂下的黑罩，正好与大门处那转身望来的月袍女人对视在了一起，死死地盯着那张美丽动人的容颜，从中还能模糊看见当年少女的轮廓，缓缓地吐了一口气。萧炎拳头轻轻地捶了捶胸口，强行地将心中再度升腾而起的那缕怒火压下，对着一旁的海波东轻声道：走吧。瞧得萧炎这一阵子忽然变得莫名其妙的举动，海波东愣了愣，片刻后目光扫向大门处的月袍女子，眉头微皱，心中似是模糊地明白了点什么，无奈地摇了摇头，
海波东快步跟了上去，与萧炎一前一后，对着大门之外走去。望着那两位全身包裹在黑袍中的神秘人，纳兰嫣然饶有兴致地眨了眨修长的睫毛，目光在萧炎的身上停留了一会。不知为何，这位黑袍人总是给他一种莫名的感觉。当然，这种感觉自然不可能是男女间的那种，反而倒像是冥冥中宿敌间的感应。素手轻揉了揉额头，纳兰嫣然将这有些莫名其妙的荒唐念头甩出了脑子，偏头望着身边的玲玲，轻声笑道：想必这两位应该便是昨天你得罪的人吧。玲玲尴尬地点了点头，眼角余光略微有些胆怯地扫过两道黑袍。她知道以她的身份，在这种强者眼中其实与普通人没什么特别的地方，若真是惹怒了人家，直接一怒杀了，似乎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瞧着玲玲点头，纳兰嫣然转过头来，对着葛叶低声道：葛叔，这两人的实力你能看透吗？小姐，你也太高看我这把老骨头了吧。闻言，葛叶苦笑着摇了摇头，浑浊的目光犹如鹰鹫一般盯着那缓缓走过来的两人，叹道：这两人我一个都看不清底细，很明显他们的实力远远超过我。听得葛叶这话，纳兰嫣然俏脸上明显掠过一抹惊诧。这3年时间，葛叶已经从当初的7星大斗师顺利地突破到了2星斗灵的实力，虽说其中有着古河长老的丹药相助，不过如今实力倒也能算得上是一名强者。能够让得他都如此评价的人，想必实力恐怕至少在5星甚至7星斗灵之上。老师说的果然不假，这加玛帝国隐藏的强者数量也是不少啊。心中轻叹了一声，虽然有心想要结识一下这等强者，不过瞧得萧炎两人的装束，纳兰嫣然却又是明智地打消了这种念头。这两人穿成这样，明显是不想让人分辨出他们的身份。既然如此，纳兰嫣然也自然不会主动的自讨没趣。不管如何说，他的身份还容不得他如此掉价。嫣然师妹，实在抱歉，家族这两人事多，差点怠慢了贵客。大门之外忽然的响起一道清朗的笑声，紧接着一位模样颇为英俊的青年笑容满面的行了进来，对着纳兰嫣然亲昵的笑道。望着这进门而来的英俊青年，萧炎脚步再次微微顿了顿，心中升起一抹古怪的感觉，因为他发现这青年赫然便是3年之前陪同纳兰嫣然来萧家的那位让得家族那些花痴女爱慕不已的年轻俊杰。哼，今日这风气倒真是挺正的，这3人竟然又再次凑在了一起。萧炎摇了摇头，心中冷笑道：莫离师兄客气了。俏脸上浮现许些笑意，纳兰嫣然冲着青年微笑道，笑容矜持，并未因为青年眼瞳中那抹炽热而有所柔和。瞧得纳兰嫣然那柔和的笑容，被称为莫离的青年眼中飞快地闪过一抹失望。几年的相处，这被他视为心中女神的女子似乎依然对他没有那等心思，这实在是有些让得他心中有些颓丧。眼中的失望迅速的隐匿，莫离笑道：嫣然师妹，待会和我一起去莫家吧，正好顺路。闻言，纳兰嫣然略微迟疑，旋即微笑着点了点头。瞧得纳兰嫣然点头，莫离心中有些窃喜。不管如何，这几年的相处总还是有些成果，若现在是换个别人来的话，恐怕纳兰嫣然会含蓄地拒绝邀请。所以他相信凭借自己那过人的修炼天赋以及家世容貌，只要坚持下去，这位未来的云岚宗宗主应该是难逃自己的掌心。只要日后她真的成为我的女人，这加玛帝国还有谁敢凌驾我之上？心中悄然泛起一抹不为人知的野心。莫离目光忽然扫见那缓缓对着大门之外走来的萧炎两人，回想起今天那位族叔的回报，他赶忙上前几步，笑容满面地迎了上去。瞧得莫离的举动，纳兰嫣然也是略有兴趣地将目光投了过去。他对这2位神秘的黑袍人同样是抱有几分兴趣。哼，2位先生，在下是莫家莫离，昨天听说舍妹不小心得罪了2位先生，家父便遣在下来向2位先生赔个不是。莫离脸庞上的笑容看上去颇为真诚，若是2位不介意的话，今日正好是莫家的喜日，不知能否请2位赏个面，前去一叙。不得不说，这莫离说起话来
倒还是滴水不漏，颇容易获得人好感。不过这对于对他本来就抱有恶感的萧炎来说，无疑是没有半点作用。顿下脚步，萧炎眸子噙着一抹戏谑地望着面前的莫离，心中想着，若是他知道他毕恭毕敬地称呼着先生的人就是当初那位几乎一只手就能解决的废物少爷时，又会是何种精彩表情。心中冷笑了笑，萧炎微微抬头，淡淡的道：不用相请，我们此次的目的便是赶往墨家。我想过得不久，莫少爷应该便能在墨家见到我们。说完，萧炎径直穿过莫离，然后两人缓缓地行出大门，最后消失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之上。立在大门处，纳兰嫣然微微蹙着柳眉，轻声喃喃道：这声音为什么让我觉得有些耳熟？